欧伯君这边借坡下驴之后，云如歌便也不再跟他多言，只是回了个 OK。 欧伯君看着这2个字母，心情一下子变得十分糟糕。他虽然早知道云如歌会拒绝自己，但真被拒绝之后，心中却感觉完全无法接受。他并非在云如歌面前表现的那样谦谦君子，相反，他心胸狭隘，对任何得罪冒犯过自己的人都怀恨在心。在他看来，云如歌拒绝自己就是标准的不识抬举。于是他忍不住骂骂咧咧的自言自语：云如歌，你他妈在老子面前傲什么？瞧不上老子是吧？你等着，老子早晚找个机会让你在老子胯下承欢。而后的这半程飞行，他心里一直憋着一股邪火无处发泄。晚上11点半，飞机在拉纳卡国际机场降落。努力调整好心态的欧伯君两手空空地从机场迈步走出。此时的机场已是深夜，塞浦路斯的南部地区下起了淅淅沥沥的小雨。欧伯君直接在机场门口拦下一辆出租车，随后便朝着铜矿所在的方向一路疾驰。出发前，吴书彤已经给欧伯君看了铜矿的具体位置以及整个铜矿的平面图。此时的欧伯君已经将这周边的地势以及铜矿的内部结构了解得一清二楚。按照他的计划，他打算先从铜矿外围悄悄潜入铜矿的主办公楼，节度使倪振宇便住在这里。半个多小时后，一辆出租车停在了距离铜矿不足1公里的公路边上。发动机的水温以及引擎盖的温度依旧很高，但车内已经空无一人，没有乘客，也没有司机。而此时，在铜矿北部的树林中，欧伯君藏身一棵高耸的树中央，借着茂密的树叶隐藏身形的同时，还能通过树叶的间隙轻松观察铜矿北侧的动向。而在他身后的另一棵树上，挂着一具身首异处的尸体。尸体头颅被人用蛮力生生扯了下来，随后尸体被死者自己的皮带捆住2只脚踝，吊在一根粗壮的树枝上。尸体的脖颈还在不断向外喷着鲜血，而鲜血和雨水混杂在一起，在地上汇聚成了一条红色的溪流。这具尸体便是刚才载欧伯君过来的出租车司机。欧伯君其实在飞机上就想杀人，只是在飞机上杀人毕竟不现实，一旦机组人员受到惊吓，搞不好还会酿成空难。于是他便将目标放在了这名出租车司机的身上。司机按他要求在路边停车，却不想因此而丢了性命。欧伯君将其拖入树林中野蛮斩杀，以此来发泄心中的积郁。杀了司机之后的欧伯君才终于算是重新冷静下来，全然不顾后面那具还在滴血的尸体，将自己的注意力全部集中到了不远处的铜矿。由于欧伯君已经掌握灵气，所以他的感官也有了极大的提升，隔着几百米也能发现铜矿内执勤的暗哨。铜矿内的暗哨不少，不过这也没让欧伯君感到奇怪，毕竟这种死士驻地对破清会意义重大，每一个都是耗费巨资，投入大量人力物力建成，安保工作自然是重中之重。好在这些骁骑卫的实力都不算强，综合战斗力也不过在5星到8星武者的水平，与欧伯君还有很大差距，所以欧伯君也有着十足的把握，能够轻松混入其中并且不被发现。与叶晨偶的九玄天经并且直接掌握灵气不同，欧伯君是一点点从明镜武者修炼出来的。明镜、暗镜、化镜、宗师镜，他一步一个脚印，走得非常扎实。一直到突破了宗师境，他才真正掌握了灵气。所以别看他对灵气的掌控只是入门，但他的实战能力以及实战经验都非常强大。而能一步步突破宗师境的武者，绝对是武道中的旷世奇才。这种人常年习武，对武学的追求远超常人，而这也会在潜移默化中让他变得自大，变得目中无人，甚至对现代科技熟视无睹。面对这座铜矿以及这座铜矿内的节度使、骁骑卫以及死士，欧伯君有着一种君临天下的优越感。他觉得这里面的人
哪怕实力最强的节度使倪振宇，也不过就是个暗境武者，连给自己提鞋都不配。面对这种地方，自己几乎不可能有任何风险。可是他却不知道，叶晨为了对付他这种武道奇才，早已经放弃了以5治5的传统路数。3门禁防炮早已上弹通电，做好了随时给对手致命一击的准备。欧伯君沉下心来，仔细观察周围的一切，想看看有没有其他人和自己一样，也在暗中关注着这座铜矿。不过在仔细观察了10几分钟之后，他得出结论，铜矿外围除了自己，没有其他人。这也就意味着铜矿并没有被外人监控，那问题大概率就出现在铜矿内部了。于是欧伯君决定现在就潜入进去。在动身之前，他掏出手机给右军都督府都督吴书同发了一条信息，内容是：老弟，铜矿外围没有发现异常，我已做好潜入准备，10分钟后给倪振宇发布密令。很快他收到了吴书同的回信，内容很简单：好的老哥。欧伯君不懂科技，他若是对科技多些了解，他就会知道，这个世界之所以没有被武者统治，就是因为尖端科技的威力比武者的实力强太多。他以为这里所有人的实力都远在他之下，所以他便本能地觉得这里不可能有人能威胁到自己。可是他却做梦都想不到，就在这铜矿的3个制高点，有3座足以要他性命的大杀器。普天之下，没有嚣张到专门用禁防炮打人的，这就像没人专门开着主战坦克抢银行一样。但是在叶晨这里，一切都变得顺理成章。当欧伯君屏住呼吸，以极快的速度、极低的声音快速向着铜矿北侧围墙突破的时候，他并不知道，在他距离围墙还有200米距离的时候，万破军的电脑屏幕已经收到了报警。与此同时，3门禁防炮的4伏电机快速转动，炮口按照各自预定的打击位置，随着欧伯君的移动而不断调整。这一瞬间，欧伯君忽然觉得有些不对劲，他的直觉隐隐有一种不安的感觉，就好像暗中有多名高手正在死死盯着自己一样。他不禁在心中暗忖，怎么回事？为什么心里总是隐隐觉得不安？但是下一个瞬间，他又觉得可能是自己多虑了。自己毕竟已经突破宗师境，现在已经不再是武者序列，以自己的实力，普天之下哪有几个对手？在这种地方，又怎么可能有高手盯上自己？他不知道，此时的万破军已经将手指放在了电脑回车键的上方，只要他按下回车键，3门禁防炮将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对欧伯君所在的位置以及周边进行饱和打击。此时的万破军已经紧张地开始冒冷汗，而他的师尊邱志远就站在他的身后，同样无比紧张地说：破军，开火！这人移动速度如此之快，一定是4大伯爵之一。万破军摇摇头：师尊，我怕他还有同伴，再稳一稳，待他进入1级警戒范围再开火也不迟。而此时此刻，围墙之外，欧伯君自以为神不知鬼不觉地来到了围墙下，他散出灵气查探，发现最近的萧奇卫在距离自己约莫20米远的楼顶。这个距离不远不近，但好在现在正处深夜，而且自己身体敏捷，又能隐藏所有气息，想来也不可能被发现。虽是自信满满，但望着这堵高墙，他还是觉得隐隐有些不安，一颗心总是一坠一坠的，总是没底，甚至还感觉好像有什么人在暗中注视着自己。这种感觉太奇怪了。自从他年纪轻轻便以势如破竹之势冲入暗境之后，他的心里就没再怕过。可是今日在这里，短短几秒钟，他已经2次感到莫名的不安与惶恐。他不明白这不安源自何处，对自身实力的极度自信，让他只能暂时将这种不安的情绪归结到了云如歌的身上。他不禁在心底骂骂咧咧：他妈的云如歌，扰得老子心神不宁，老子早晚让你付出代价。旋即他甩甩头，注意力重新聚焦到面前的高墙，
一个灵巧的翻身，便飘飘然落在了围墙的内侧。此时万破军的手指还悬在回车键上，系统再次发出预警，目标已经进入1级警戒范围。而万破军也发现回字形的2级警戒范围，没再发现其他目标，这也就基本可以断定目标有且只有一人。于是他看着显示器上那个被热成像标记出来的人体轮廓，淡淡道：既然只有你一个，那你就一个人上路吧。说罢，他的右手中指轻轻敲击在了电脑的回车键上。啪嗒，本期视频结束，欢迎订阅我的频道，这样就不会错过精彩内容。